我要去埃及了。你现在感想？想回家了。我喜欢台湾，2万。就真心了，我没有跟你要钱。那其实，在图坦卡蒙看黄金面具的时候，其实超级不舒服，就是真的差点倒在地上的那种。埃及的前2集，我们走进了金字塔，也深入了黑白沙漠，而这一集，我们将离开开罗，飞往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这里没有壮阔的金字塔，却有一座又一座流传数千年的神庙。它们记录着法老的荣耀、众神的信仰，以及古埃及人对生命与永恒的想象。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尼罗河，一起探索阿斯旺与卢克索吧。我们终于从开罗，然后飞机飞到阿斯旺，然后一下车我们就直接下来酒店。今天住的地方非常漂亮，他们真的设计超厉害耶，就是很扯，就他们都是那种很低饱和，然后设计都超级猛的地方。对，然后我们来开箱房间。今天的晚上住宿是住在 Nebro 的牛逼宴 Guest House， 一个晚上其实也蛮贵，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2间这样加起来，就一个晚上大概是5000块，但真的是非常漂亮。让我们来看一下房间吧。首先一进来呢，就是窗户，然后跟上床，然后呢还有画，他们其实很多装饰画的东西，对，然后跟插座。接下来是衣架，然后也有画，真的超漂亮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玄关的地方，然后他们就除了灯之外，然后还有很多摆饰品跟那个绿叶啊什么的，然后还有镜子，超漂亮的。好，接下来看浴室。进来呢，就是马桶跟垃圾桶，然后上面毛巾，然后镜子，然后还有洗手台跟那个洗手乳，然后跟洗脸巾。接下来大浴巾，接下来是莲蓬头。是不是超级漂亮？对，我觉得是蛮值得的。而且这边真的是超级多，就是很艺术的地方。而且我必须要说一个，就他们一进来就有一股香味，超香的，就感觉你住进来会很舒服的感觉，很舒适的感觉。这样，我觉得这里的超赞。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去努比亚的博物馆去参观，这样。来 Joyce， 我们的台湾，耶，水啦！那
只想要拍台湾，没有啊拍一下可以来马来西亚。来 Malaysia 哈，这也是一个密集的小瀑布。OK。台湾 No.1。Thank you very much. 漂亮，漂亮，你好漂亮，呀！哦你好帅，你好帅呀！哦。吃完午餐后，我们来到了努比亚博物馆。努比亚博物馆是位于阿斯旺的考古博物馆，于1997年11月23日正式落成，跟我的生日竟然只差了4天，可说是非常有缘啊！博物馆更在2001年获得了阿加汗建筑奖。除了建筑本身极具特色，馆内收藏大量努比亚文明的文物，反映了努比亚文化，也记录着这个民族与尼罗河共同生活数千年的故事。Look at the horizon that was far away yesterday. Even if the colors start to fade away, I will stay. Even when we find we've lost our way, I know you don't wanna feel this way. I'll be the light when your light starts to dim. I'll be the fight when you got none left to give. When you don't know who I know you are, when the fractures start to break apart, I'll be the light when your light starts to dim. When it all starts 离开博物馆后，我们来到了充满色彩的努比亚村，一栋栋彩绘房屋，搭配热情的居民与热闹的市集，让这里展现出与其他城市截然不同的风貌。他刚刚是用45块去算的，所以真的是45元。You say Egyptian Stella, I give it for you. Thank you. Okay, you last how much? $10? No, you say 10, I say 20. Give me between. 12? It's not between. Okay, so listen, 17. Let me think about it. Yeah. Your last how much? Your last. It's okay. Okay, I have a chance for you. What's the bill? Really? Well, 再去买一下。可以。Okay, Carl. always been you. 隔天一早，我们乘船前往飞来神庙。神庙静静矗立于尼罗河的小岛上，仿佛漂浮在水面之间，随着船只慢慢靠近。这座供奉爱神伊西斯的神庙，也渐渐揭开它神秘的面纱。Like the starlight painted in the sky. Hello， 大家早安。今天是4月2号。昨天呢，我们在努比亚待了一天，
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就逛了努比亚的算是小街这样，然后吃了晚餐。今天的话会是神殿之旅，这3天应该都会是，因为是订了尼罗河的游轮之旅这样，所以就会看一些神殿。然后不得不说啊，这边超级热，因为昨天努比亚船大概40几度，然后今天这边也其实也不遑多让这样。然后第一站呢，我们来到就是费莱神殿。然后神殿呢，其实有一个美丽的别名，就是尼罗河的珍珠，因为它是献给埃及最有名的女神伊西斯。然后它其实跟那个阿布辛贝一样，就是因为亚斯文水坝因为兴建而需要迁移，所以费莱神庙也其实也不在现在这个位置。伊西斯是埃及神话就是欧西里斯的妻子，因为欧西里斯被他的弟弟赛特就是杀害后变成剁成14块，然后不能复活嘛，然后还被丢到各处这样子，所以他伤心的那个妻子伊西斯啊，他就在努力寻回丈夫的那个尸身。所以在众神的协助下，就是欧西里斯就得以短暂的复活这样，然后并且生下了鹰神，就是荷鲁斯。所以现在的菲莱神庙其实是埃及最美丽，然后保存最完好的一代神地之一。那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对。也太多船了吧？对。哦 ，OK。经过费莱神殿之后，然后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住宿游轮。接下来3天2夜应该都会在游轮上，然后当然中间会去一些神殿这样，像接下来要去的康莱博神殿，然后接下来卢克索神殿等等等等等。这个行程大概也是我们花最多钱的一个行程。
所以让我们来开箱。这个大概一个人要花费23,600多的邮轮到底长什么样子吧。首先一进来呢，左手边就是枕头啊，然后柜子等等的，还有保险箱，对，然后有一个小冰箱。好，接下来就是双床，然后还有包括灯的控制按钮、电话。接下来就是小型客厅，对，有2张沙发，然后1张桌子。然后目前外面就是还是跟邮轮一起的这样。接下来呢，就是茶几，上面有一些水啊，然后备品啊等等。接下来就是厕所，吹风机，然后洗手台、水杯、卫生纸，然后底下是卫生纸卷跟毛巾这样，然后马桶、垃圾桶、缸，最后是沐浴乳跟洗发精。好的，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康孟波的神殿。这个神殿呢是埃及唯一一座双神殿。它左殿呢是献给鳄鱼神索贝赫，也就是代表尼罗河的力量。那右殿的话就是献给荷鲁斯，就代表重生。这也对应他们就是东升西落，然后死亡与重生的概念。然后这座神殿呢是以完美对称所建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它是有关于印和田的相关壁画。印和田就是我们就讲到左塞尔金字塔的建造者，因为他其实是医师，然后也是建筑师这样。所以其实印和田在就是以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然后在里面的壁画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医学的知识或器械这样，对，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细节啊，不管是手术刀或是等等鳄鱼等等之类的，其实都代表着它这边尼罗河城是鳄鱼的聚集地的一个地理事实这样。接着我们来到康孟波双神殿。除了与古埃及传奇人物印和田有所关联之外，这里还保存着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历法之一。更特别的是，这里也是少数保留埃及艳后相关壁画的神庙。而神殿旁的鳄鱼木乃伊博物馆则收藏着大量鳄鱼木乃伊。古埃及人相信，鳄鱼神索贝克象征着力量、丰饶与对尼罗河的守护，因此将鳄鱼制成木乃伊，作为献给神明最虔诚的敬意。
It's always you, it's always you. Always been you. It's always you, it's always you. Always been you. It's always you, it's always you. Always been you.早安，今天是4月3号，然后也是游轮的第二天，凌晨4点我们就被叫起来，然后第一站就前往爱德夫神殿，然后我们早上是搭马车过来，然后爱德夫神殿又称荷鲁斯神殿，因为它是埃及目前保存最完整、结构也最清晰的一个古代神殿这样，然后它是供奉阴神荷鲁斯，然后爱德夫神庙的荷鲁斯石像，它象征着法老的守护者，然后以及天空之力这样，所以墙上刻满了荷鲁斯大战赛特，就是杀父仇人的故事这样。然后因为它曾经就是被厚厚沙土掩埋了好几个世纪这样，所以直到19世纪才被挖掘出来。所以墙面上的那个刻画其实非常清晰，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爱德夫神殿吧。
想跟大家分享2个有趣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早上叫的清洁，然后有折成形状，但我猜不出来是什么，所以想请大家来猜猜看。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动物？第二个的话是，就是我们目前就停在那个河的正中间这样，然后呢，就陆陆续续会有那种小船的那种摊贩，然后就开始就是丢东西这样，然后就问你说你要不要，然后他就展示那种丝巾这样给你看，算是一个蛮酷的体验这样。你就真的就直接在河边，然后就真的离我超级近的距离这样，就直接可以丢啊，然后或者就是如果你要的话，你就给他们钱这样，就直接在这边卖东西。邮轮旅程的第3天，我们来到了底比斯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神庙——卡奈克神庙。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卡奈克神庙。对，然后要先前期提要一下，就是因为我感冒被传染，所以声音会有一点惨这样，所以我尽量表达。在卡奈克神庙呢，要提到的就是说最著名的拉美西斯2世以及卡迭石战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平条约，就是拉美西斯2世跟西台人签的埃及西台合约，这是在讲述卡迭石战役。所以其实在这边神庙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壁画或是凿的那个痕迹，就是在描述他们这些东西的。好，那我们就来逛逛卡奈克神庙吧。卡奈克神庙从西元前约2000年开始兴建，历经近2000年的扩建，才成为今天眼前这座宏伟的建筑群。走进神庙，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中央的大主厅，134根高耸的石柱整齐排列，阳光从缝隙洒落其中，仿佛置身于一座由石头建造而成的森林。而这里也曾是古埃及人祭祀阿蒙神最重要的地方。神庙内的圣湖旁，有一尊象征重生与希望的三甲虫雕像，是塔哈尔卡法老所建造。据说，只要逆时钟绕着它走7圈，愿望就有机会实现。人越来越多，看来不分国籍的迷信。最后一圈，离开卡奈克神庙后，我们来到了这趟埃及之旅最重要的一站——帝王谷。好，经过卡奈克神庙，第2站来到的是帝王谷。说到帝王谷，就是因为在古王国时期的时候，墓很容易被盗嘛，就像古夫金字塔、卡夫拉金字塔，然后孟卡拉金字塔。所以在新王国时期，他们就想说找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对，所以就找到了帝王谷。那帝王谷在新王国时期就会很多的法老都在这边这样下葬。
对，那包含这边最有名的就是图坦卡门。那也有听说，就是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就是因为图坦卡门是9岁就登基嘛，然后19岁就过世了，其实也才大概9年10年的时间，所以听说他们来不及准备，那怎么办？就是爱伊的墓跟他的墓其实算是差不多，他们里面绘画风格其实也都很像，所以其实有一个传说，就是图坦卡门墓其实是借那个爱伊的墓这样。很多人以为金字塔就是法老最后的归宿，但真正藏着古埃及死亡观与永恒执念的地方，其实是帝王谷。帝王谷里没有壮观的金字塔，取而代之的是深埋地下的墓室，以及一幅幅描绘王者通往永生的壁画。这里承载的不只是法老的长眠之地，更是古埃及人对死亡、重生与永恒最深刻的信仰。刚刚那个就是图坦卡门墓，然后传说图坦卡门墓啊和那个爱伊的墓，就是他的臣子是一样的，因为他来不及准备，所以算是爱伊献给他，所以他们的里面的装饰几乎都一模一样。看完了图坦卡门之墓之后，现在来看拉美西斯5、6世的。这一站呢，我们来到免费墓，然后我们选择的就是 KV6，然后也就是拉美西斯9的墓。它的天花板其实会有那种就是天文的那种图案，然后包括就是鲁特这样，对，然后也代表说，就它夜间有12小时。
接下来呢，就是拉美西什山寺，也就是 KV11的墓这样。它最有名的其实就是它这里面有独特的竖琴师，对。然后它壁画其实也蛮完整的，然后色彩也蛮鲜艳的，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保存蛮不错的一个墓这样。Writing stories with the stars, and the morning speaks to these open dreams, and we're right where we belong. I'll go anywhere with you, in the sunlight or underneath the moon. All we have is enough. Take my hand, darling, we were born to run. It's all waiting for us. 你现在感想？感想就是呢，我非常热爱上班，上班最好，在这最棒。Carmen Stephen，完美。是因为在帝王谷吧？一个病夫，两个病夫，对对对。上回家了，我喜欢台湾，No.1。台湾 No.1。就真心了，我没有跟你要钱。台湾 No.1，我声音好性感，对不对？谢谢各位。In the sunlight or underneath the moon, all we have is enough. Take my hand, darling, we were born to run. It's all waiting for us. 最后一个参观的呢，就是 KV2，也就是拉美西什4世这样。对，那这个呢，就包含了开口仪式啊，或者是死者之书的部分章节这样。然后就是在帝王谷的最后一个墓这样。所以今天看了 KV9，然后 KV17，然后 KV2、6、11这样，算是蛮多的，但主要都是在拉美西什那边。所以今天看了蛮多的墓，然后它里面也有很多个故事，这样，因为包含现在其实以那个尼罗河以西就是称为就是死者的聚集地，就包含说像在帝王谷，或者是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哈舍普苏啊，或者是茂农巨像这些等的地方。然后以其他的地方像东岸尼罗河以东，
就例如早上去的卡奈克神庙，或者是接下来要去的卢克索神庙，他们其实都在尼罗河以东这样子，对，就象征着就是祭祀这些神，跟有点像重生的概念。接下来这一站呢，就是来到梦农神像，巨像这样，超高。离开帝王谷后，我们来到了底比斯最后一个景点梦农神像。这两座高达18公尺的巨像，其实是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3世的坐像。据说他们曾矗立于阿蒙霍特普3世祭典的入口，迎接来到神殿的人们。只可惜，历经数千年的地震与洪水侵蚀，昔日宏伟的祭典早已消失，如今只留下这两座巨像，依然静静守望着这片土地。刚经过梦农神像之后，接下来这一站来到了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大殿站。因为哈特谢普苏特女王是埃及第18王朝的法老，然后也是埃及史上第一位具有真正意义的女法老。这样，哈特谢普苏特呢，她打破了东岸建神庙、西岸建陵墓的传统，所以她将那个自己的神庙建在那个西岸，这样，然后她把自己塑造成阿蒙神的女儿。然后他开始以男性的装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样，对，所以带着假胡须、束胸啊、宽衣啊、手执权杖，就塑造出威严无比的形象，这样。所以在他的神庙也可以看见很多男性装扮的那个雕像，这样。接下来最后一站就是卢克索神殿，走吧。最后一站呢，就是卢克索神殿。因为卢克索神殿呢，以前叫做底比斯嘛，所以是古埃及底比斯王朝的首都，然后也是一直信仰太阳神阿蒙的宗教首都。这样，我们早上去的卡奈克神庙，或是像这个卢克索神殿，这两个神殿呢，在1979年的时候都被联合国登记为世界遗产。这样，但是就是两个殿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卡奈克神殿是为了献祭太阳神阿蒙而建的，但卢克索神殿则是因为埃及法老加冕的仪式场所，所以比起卡奈克神殿，卢克索神殿就是为了巩固王朝的法老所建的。那卢克索神殿啊，就是由在位的30年的阿蒙霍特普3世所修建的这样。那他的老婆就是太伊王后，就是古埃及最有名的平民王后，就是儿子就是阿肯纳顿，就是搞宗教改革的创立一神教的始祖这样。
然后儿媳纳福蒂蒂就是跟埃及艳后齐名的第一女这样，然后孙子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图坦卡门。那最后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卢克索神殿吧。今天其实逛了很多神殿，然后明天的话，我们就会去从卢克索到阿斯旺，然后再从阿斯旺飞回开罗，这样。对，所以明天会在阿斯旺再待一下，然后去一下卢克索市集，然后再回开罗，然后就去还没去到的大埃及博物馆。那我们就明天见喽！一整天也在神庙的洗礼下结束，金黄色的光芒洒落在尼罗河上，河面泛起粼粼波光。望着眼前的景象，不禁想起古埃及人的信仰。在他们眼中，每一次日落从来都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黎明的序章。隔天，我们从卢克索搭车返回阿斯旺，虽然最后没有看到夕阳落下，但橘红色的天空依旧陪伴着我们一路前行，仿佛替这段沿着尼罗河的旅程留下最后一抹温柔的色彩。最后，我们从阿斯旺飞回开罗，前往这趟埃及之旅的最后一个景点——大埃及博物馆。最后一站，我们终于来到大埃及博物馆，就是去年刚盖好启用的大埃及博物馆，也是目前最大的考古博物馆。还有很特别的是，就是这个大埃及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师就是台湾人侯世芬，他当初标到了标案，然后也盖了大概快20年的时间吧，相当久。那进入眼前的就是拉美西斯2世，他是从那个开罗火车站前面广场运到这边来。然后大家还记得，就是之前有那个菜节吗？就是在每年的2月21跟10月21的时候，是他那个拉美西斯2世的登基日跟生日，就是一年之中这2天，他们那个阳光洒进来，就会照到拉美西斯2世的胸口这样。然后让它发光，所以在阿布辛贝跟大埃及博物馆都采用了同样的巧思。然后啊，这个建筑就刚好是正对着金字塔这样，所以这都是经过很严谨的计算，也经过了就是一年太阳轨迹去就是落在说拉美西斯2世到底要在哪里。它就是高有11公尺，然后有82吨，超级重。那我们就赶快进去看看大埃及博物馆里面的陪葬品，跟法老的雕像们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图坦卡门吧。
大家有看到吗？就是他的妻子用右手摸着图坦卡门的肩膀，就代表他们亲近的意思。然后他们呢，鞋子一个人图坦卡门只穿左脚，然后那个他的妻子只穿右脚，就代表共穿一双的意思，恩爱的表现。然后啊，他们的脚踏垫就代表他们把他们敌人踩在脚下的。刚刚我们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图坦卡门的面具。其实关于面具有很多个说法，也有很多个故事。先让我说说它面具的部分。它面具其实非常非常重，它重达就是10.23公斤这样，但里面还有包含22.5K 的金。对，那除此之外，眼白的部分就是用石英，青金石的部分就是眉毛和眼线。接下来黑曜石就是它的瞳孔，接下来就是红绿水，就是那个橘红色的那个部分，就象征着血脉和太阳的那个能量这样。那还有长石跟彩色玻璃，长石的部分呢就代表尼罗河的力量和重生这样。然后说到面具这件事情啊，因为有人不是说就图坦卡门是疟疾而死，然后也有说他头部遭重创还是什么的，但很多其实是因为卡特就是这个挖掘者就是干的这样。卡特那时候在1922年在挖掘就是图坦卡门的时候，然后他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就是树脂。因为古埃及在下葬的图坦卡门的时候，他们会往遗体啊和就是金棺材倒入就是很大桶的那个黑色树脂香料这样。然后你想，经过3000年，它就变得跟柏油路一样坚硬这样，那他就会把那个黄金面具跟他遗体就紧紧粘在一起啊，那怎么办？所以那时候卡特在拆解图坦卡门面具的时候，就用了几种方式，一个是用烈日曝晒的方法，或者就是暴力切割。对，那时候卡特就拿走了法老身上143件的那种珠宝这样，就他基本上就是已经把整个木乃伊都给肢解了。所以你会看到，在那个图坦卡门的头上，它就会有很多的碎片，这其实就是卡特造成的。阳光洒落在一尊尊雕像上，仿佛替数千年的历史披上一层温暖的光芒。短短10几天，我们从金字塔深入沙漠，走进神庙，沿着尼罗河一路前行，看见的不只是古文明留下的遗迹，更慢慢理解了古埃及人眼中的生命。谢谢埃及，让我带着这一路上的风景与故事，继续走上下一段旅程。1号、2号，只有 Joyce 在吃的世界。Because you are the best driver in Cairo and Egypt. I met. Thank Yes. you. It's so kind of you. So kind of you. When I from hotel to here, you open the air condition, so I be comfortable. I feel you are tired. Yes, Take it a bit really slow. tired. That's the reason. I don't do it. Yes, so I really recommend you. Thank you. I appreciate you. So kind of you. So let's have a day we won't forget forever. Let's have a night that just dawn and let's spin the rain.